凤晴送着海玲出去，被海玲调侃了2句，她脸都不红，说道：方瑶不像是会浪漫的人，我似乎也没有浪漫细胞，我们俩暂时也不是那种关系。海玲说你都想生个他的女儿，还不考虑考虑，除了他，你很难再找到第2个真心为你好，不会像你爸那样的男人了。你这个位置，这个身份，注定了你很难找到一个既优秀，又愿意当上门女婿的丈夫。方瑶是最适合的人选，你们在不在一起，他都会一直忠于你，在你的身边。你的眼光挺高的，对婚姻的看法也和别人不一样。我觉得除了方瑶，你真的不会看上其他男人。凤晴倒是欣赏过乔涵，不过也仅是欣赏。但乔涵是女人，乔涵想过撮合乔轩的凤晴的，2个人都对对方不来电，只得放弃。凤晴默了默后说道：等我们之间的事情了再说吧，我现在也没有心思去想嫁人生娃的事。海玲边走边说道：也是，不着急，咱们的事可能很快就会有个真相出来。老助理都找到了，2个人都不说话了，他们都不知道到最后是谁死，是谁笑到最后。进了电梯，海玲才开口，她问凤晴：如果我外婆真的是被你妈害死的，你真能做到大义灭亲？有证据证明是我妈干的，她该为她的所作所承担后果。我不会帮她遮掩，也不会否认，更不会因为她跟你们斗个你死我活的。凤家的一切我全都不要，世数还给你们这一支，我只带走方瑶。方瑶他们是不是二主的，留下他对你们也没有用。海玲定定地看着他，凤晴迎着他的注视，他没有半点退缩，也坦诚得很，他说的都是他的心里话。海玲说道：方先生是你的，你只管带走。顿了顿，他又说道：或许你更适合当家主，凤氏家族的未来需要一个明辨是非的人带领，凤晴适合。海玲毕竟从管城过来，而且她外婆离世都几十年了，她母亲和大姨都在管城生活了几十年，早就脱离了凤氏家族。她真接管凤家，大家未必能接纳她，她还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去收服他们，让他们臣服。凤晴不一样，她是凤月的亲生女儿，不管凤月怎么上位的，现在当家的人是凤月。凤晴不在凤家长大，但已经回归凤家2年有余，族里的人已经接受了她。在凤氏集团里，凤晴也慢慢站稳了脚跟。海玲觉得凤晴比她更适合当凤家的家。凤晴明白海玲的意思，她神色黯然，说道：如果真是我妈害死大姨和小姨的，就算你们没有迁怒我，我也没有颜面再留在这里。沉默了一下后，他又说：况且我也真的不喜欢凤家，我也不稀罕凤家的一切，我有我自己的公司，有我的事业，我想和方瑶一起发展我自己的事业。海玲笑了笑：我也不喜欢，觉得这个家族好封建，相较于继承，我还是更喜欢发展自己的事业。凤氏集团不是凤家任何一个人的，而是整个家族的，哪怕当家人是凤家主，但想独占凤氏集团那是不可能的。虽说当家人能从中捞到不少好处，相较于发展自己的事业，不管是海玲还是凤晴，他们都选择后者。电梯将2人带到了1楼，2人走出了电梯，便换了一个轻松的话题，有说有笑地走出办公大楼。凤晴站在办公大楼门口，目送着海玲上车离去，等海玲走后，她才上了自己的车，跟着离开。没有人知道2个人到底聊了些什么，只知道2个人出来时有说有笑的。冬天天黑得快，外面早就万家灯火，没有灯光的地方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凤晴径直回到市区，但没有回家，而是按照晚上的行程去见客户。
至于母亲突然回来，他不放在心上，就当作不知情。母亲喜欢搞突袭，就让他老人家突袭得了。他又没有做错事，不担心母亲突袭。该担心的、紧张、害怕的人是他那个大哥。郑一帆还不知道老母亲突然又回来了。他今晚也没有应酬，下班后就回到他名下的别墅里。老父亲说准备好了食材，晚上要吃火锅，让他带上2个弟弟过去，父子一起吃顿火锅。兄弟3人前前后后回到的，都没有带老婆。大少奶奶在闹离婚，早就搬回娘家住了，不可能跟着丈夫回来。老2和老3虽说没有闹离婚，不过他们也不想带老婆过来，他们都觉得自己的老婆是站在大嫂那一边的，而他们父子4人聚在一起，难免会吐槽一下，生怕老婆将话传到了大嫂那里去。老父亲更会抱怨母亲，万一被老婆传到了老母亲耳里去，老父亲会更惨。郑一帆兄弟3人怕是怕母亲，但是跟父亲的感情最好。郑华听到汽车的声响，从屋里出来了。爸，郑一帆停好了车，拿着点东西下车，走向父亲说道：天气冷，你出来做什么？快回屋里去，天天待在家里无聊得很，时不时出来走动走动。郑华的伤已好，恢复了正常的生活，除了不能再去玩女人之外。你买了什么？郑华伸手从儿子手里接过东西，见到另2个儿子的车子也驶进来了。郑华脸上的笑容多了点，给爸买了点东西。郑一帆扭头看了看，对父亲说道：爸，我们先进去，外面冷。老2老3又不是第一次过来，你们都是自己回来吗？你不带老婆？他们俩也是自己一个人过来，不带老婆就算了，我的孙儿女也不带2个。等下跟老3说说他的老小，以后我帮他带着，免得在家里无聊。我可以每天帮他送孩子上学放学，这样他们也能轻松点。你妈还没有回来吗？郑华话锋一转，问起了老七的情况。出院后老七都不来看他，也不许他住回凤家大宅。没有离婚，但是夫妻情分是断的了。郑一帆答道：还没有，我让凤晴打电话给妈问过了吗？妈没有给我们答复，应该没那么快回来吧。听到老七没那么快回来，郑华的神色明显更加的放松。住在儿子这里，他也惦记着老七，担心那个心狠手辣的老女人跑来找他的麻烦，不让他好过。郑华自己也是老男人了，他比凤月还大几岁呢。你妈做事轮不到我们去管，她什么时候回来想让我们知道，她会主动告诉我们，不想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也打听不到，最好不要去打听，否则她会怀疑你们心里有鬼。郑华叹口气地道：我跟你妈几10年的夫妻了，到头来落得这样的下场，得亏生了你们几个。你妈对我没有真正的感情，对你们还是有着母子之情的，看在你们的份上，你妈才留了我这条老命，也不过是苟且偷生。她身心都遭受到极大的打击，知道凤月霸道，独占欲强烈，几10年来她有色心莫色胆，在外面不敢真的碰其他女人。今年她有色胆，是看到凤月被凤家的事，还有上任家主后代已经找到知识搞得焦头烂额的，认为凤月没有心思去管他，趁凤月去了管城，便管不住自己下半身了。管了几10年，偶尔出一次轨，却被抓个正着。他太倒霉了，他都落得这样的下场，不知道他当初包养的小美女下场怎么样。郑华不敢去问，也不敢去打听，他猜测那个被他睡过的女人，怕是没有好下场，说不定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不是凤月下毒手，而是那个女人背后的金主，知道他背叛了他，能让他活着。爸，我们会想办法让妈原谅你，让你搬回凤家大宅养老的。郑一帆只能安慰着父亲，谁叫他们没有足够的本事反抗老母亲呢？
他想过积攒人物，然后又哄着老母亲修改凤家的规矩，让他上位。他认为自己不比凤琴差。凤若名义上还是他妹妹的时候，郑一帆兄弟3个倒是没有太大的野心，知道凤氏的家规就那样。他们极为疼爱凤若，一是兄弟3个就只有一个妹妹，他们忍不住去疼爱唯一的妹妹；二是凤若自小便被母亲当成接班人来培养，得到的关注待遇都比他们兄弟3个好，他们就想着跟妹妹关系好，手足情深，等到妹妹上位了，他们当哥哥的会得到更多的好处，图不了位就图好处，这是郑一帆兄弟3人图谋最大的了。像以前的那些家主，他的兄弟姐妹就能得到不少的好处。母亲这一代没有兄弟姐妹又死光了，但是父亲那边的家人却能从母亲这里捞到一点好处。我妈的行踪我们向来不敢随便打听的，要打听也是让凤琴去打听。妈现在是越来越偏爱她。她刚回来时，妈总是嫌弃她，骂她烂泥扶不上墙。现在想想呀，那都是哄我们的，都是骗人的，是表面功夫，实际上妈早就偏心凤琴的了。阿若都是被妈利用了。提到凤若，郑华眼底有心疼也有恨意，他是真疼凤若，那是被他捧在手心里呵护着长大的孩子，如今却被逼死了。明面上是凤若的亲妈还有亲哥逼死了他，实际上是凤月他们逼死了他。郑华心里清楚得很，却没有办法替凤若讨还公道。他自己都是凤月砧板上的蚂蚁，任人宰割的。阿若不仅被你妈利用了，还被他们逼死。你妈凤晴还有那个从管城过来的海玲吧，就是他们几个，还有你们的老婆，他们一个个都见不得阿若好，他们逼死了我的女儿。郑华哽咽了。爸。郑一帆心里也难受，他对凤若的感情有点复杂的了。以前是哥哥对妹妹的感情，后面是男人对女人的感情。爸，不要这样，万一被人拍到，传到我妈那里去，咱们都没有好果子吃。虽说这是郑一帆名下的别墅，但是郑一帆也不敢保证没有人会偷拍。像他上次把凤若接到他和老婆结婚时的婚房住，都被人拍到了相片，将相片给了他老婆，引导他老婆跑去大吵大闹。郑华赶紧侧过脸去，抬手擦了擦眼睛。不说阿若了，提起他，爸就伤心。爸也没有用，暂时还不能替阿若讨个公道。你们兄弟3个争气点，不能拿你妈和凤晴怎么样？难道还不能拿那个海玲出气吗？郑一帆想说他已经出气了，只是没有成功。2个弟弟过来了，父子俩的聊天暂时停下来。爸，大哥，老二和老三也买了点东西过来，有吃的喝的，也有给老父亲买的礼物。现在兄弟3人都知道老父亲为了保住婚姻自宫的事，同为男人，又是父子关系，他们显然是站在父亲那一边的，同情又心疼父亲，明面上却不能让父亲知道。他们其实知道父亲现在如同太监了，怕伤了父亲的自尊心，便用其他办法哄老父亲开心了，叫你们回来吃火锅，个个都大包小包的。爸在你大哥这里住着，衣食无忧，什么都不缺，以后过来就过来，不用买这么多东西的，有钱给爸一点钱就是。他老了又残了，凤家早晚会变天。郑华就想着从儿子们这里扣点钱存着，以后养老用。凤家一旦变天，他的儿子们可能都不会有好下场，哪怕他们不作死，一旦凤氏集团易主，他们没有太大的本事，会被赶出凤氏集团，那样他们在外面很难捞到像如今这么多的钱。但他们花钱如流水，早就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，会很快败落的。他是能要到一点钱就是一点钱，谁叫他过去几十年就是个妻管严呢？手里头没有什么钱，近几年来儿女们会给他钱，他过得潇洒了，
但是出轨被抓到后，老妻再次断了他的财路，不允许儿女们给他太多的钱。他如今啊，身上都掏不出1000块钱现金，银行里也没有存款。提到给钱老父亲，郑一帆兄弟3个都是笑了笑，就错开了话题，然后簇拥着老父亲回屋里去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他们哪敢私底下给父亲钱呀？父亲需要什么，他们可以买回来，但是让他们给钱，他们还真不敢。1000几百块钱可以，但也不能天天给。天天给的话，老父亲存起来，1个月下来也能存上几万块钱的。几万块钱对他们来说1毛都算不上，但对于被严管，身上总是没有什么钱的老父亲来说，那就是一笔钱，能让老父亲做不少事情了。万一老父亲又拿着他们给的钱去做对不起老母亲的事，他们都不敢去想那后果。郑华心知儿子们是怎么想的，脸色一沉，不开心了。回到屋里去，他径直走到沙发前坐下，再从茶几上拿起了一包烟，抽出一根烟点燃了，身子往后靠，抽着闷烟。他做人真是失败，当丈夫管不了老婆，还要受制于老婆；当父亲他端不了父亲的架子，管不了儿女。在凤家大宅里，他看似是主人，其实连管家都不如，儿女们都比他有地位，就连小孙子都比他这个老爷子更有身份地位。凤月对他没有真感情，但对儿孙却是有的。他喜欢谁，谁在凤家就是主人，就能过得风生水起。有时候郑华都后悔当初为了钱给凤月当上门女婿，以为会很潇洒，结果后来郑家从凤家这里得到了不少好处，他又不敢乱动了，担心凤月对郑家动手。他还有兄弟姐妹呢，况且3个儿子也跟他姓，是他郑家的人。每次跟兄弟姐妹们聚会，他们都是叮嘱他不要惹怒凤月，要讨好凤月，那样他们郑家的富贵才能长久。爸，不是我们不想给你钱，是我妈管得太严，我们的钱花到哪里去了，我妈很容易查得到的。是呀，爸，我们不是不孝顺你，是妈那里太麻烦了。爸，你缺啥？你说我们给你买回来，不也一样的吗？郑一帆兄弟几个将买来的东西交给佣人后，让佣人去准备找火锅事宜，他们则走到老父亲的身边，围着哄老父亲。1000几百块钱也不能给我吗？你妈平时好歹还给我500块钱一天呢。郑华生气地问着儿子们，你妈是管得严，她还管着你们的1000几百，我又不像以前那样拿你们100几十万。郑华当然知道老七盯得严，你们每天给爸几百块钱，让爸身上能掏出点烟钱也好呀。爸也是要出去交际的，老是身无分文，多丢人呀。他不能找女人了，但他还可以约老友们出来聚会，吃吃喝喝的。吃吃喝喝，凤月是不管他的。现在夫妻俩都分居了，凤月还会管他吗？凤月这一次出远门，郑华猜测是为了他真正爱过的男人。别以为他不知道，他真正爱的男人比他大10几20岁呢，是他大姐的全能助理，人家一心为主，他那是自作多情。他害死他大姐，说不定就是因爱生恨，爱而不得才会愤而杀姐呢。郑华没有证据证明凤月杀了姐妹，但是作为凤月的枕边人，几十年的夫妻了，凤月心狠的本性他是知晓的。况且听到了族里的人背后议论，正所谓无风不起浪，说不定凤月真的是靠杀了姐妹才上位的呢。他这种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？凤月真正爱的男人现在还能活着，怕是找到了对方的目的吧。凤月心里难受，才会躲他们远远的。郑一帆几个被老父亲说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2个当弟弟的都看着郑一帆。郑一帆想了想后说道，爸，你去找凤琴要钱吧，凤琴现在有的是钱，妈又信任他，对他不错，他更能杠骂，就算被妈知道他给了你钱，妈也不会怎么他的。怎么说，她都是你的女儿，
你跟他要点钱，他还能不给？爸不要太多就行，一次要个1万几千块钱。妈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，不过不能经常去要，那样妈又会怀疑爸有所图。提到凤晴这个亲生女儿，郑华就一肚子火气。快别提了，她跟她妈一样，我不想去找她。看到她，我就想起了我的阿若，我的女儿只有阿若。兄弟几个都不说话了。半晌，郑一帆才掏出了钱包，打开钱包看了看后，便将钱包里所有现金都取出来，递给郑华，嘴里歉意的道：爸，我平时不怎么用现金，钱包里就只有这么多现金了，都给你吧。郑华看了一下，大概有个几千块钱吧，他马上就接过了那几千块钱。有好过没有？郑一帆当大哥的都给了，老二和老三还能不给？于是他们兄弟俩也将自己带着的现金都给了老父亲。郑华手里头一下子便有了1、2万块钱，成功要到钱的他心里舒坦了些。他将钱揣进了两边的裤兜里，继续抽着烟，对3个儿子说道：以后你们每天给爸几百块的烟钱、零花钱，也不需要太多，每人给我500块就行了。当然你们愿意给到1000块，那就更好，能给更多，当然更加的好。这点小钱就算你们的妈知道了，也不会说什么的。儿子孝敬老子的不是天经地义吗？郑华想着每天收入1500，一个月下来也能存个4万5的，一年下来也有几十万。以后凤家易主了，他靠着存款也能保证着晚年的生活。他在老家还有房子的，虽然无法跟凤家大宅比，至少能遮风挡雨。以后他可以回老家养老，请个保姆照顾他，也能舒舒服服的。现在只要捞钱就行。凤晴那里我一个月去要一次钱，就不会引起你妈的注意。女儿有钱，郑华当然知道，但是女儿跟他没有父女情，他想从凤晴那里拿到钱不太容易，一个月或者几个月才去要个几千块钱还是可以的，反正能要到1分是1分吧。爸，给你的零花钱，我们觉得还是要跟妈说一声，免得妈知道了又骂我们。钱不多，但也要告诉母亲。郑华瞪着长子说道：跟你妈说了，你妈不让你们给我零花钱，你们就真的不给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会为爸争取到一定数额的，零花钱的只要爸保证不会在。郑一帆记起父亲已经自宫，便没有再说下去。郑华脸色不好看，也知道长子说的是实话，他缓了脸色后说道：随便你们要说就说了，我是你们的父亲，老了没有收入来源，你们给我几百块钱的零花钱，难道不应该吗？他凤月好意思拦着，对凤月有气，郑华都连名带姓一起称呼老七了。爸，相信妈不会阻拦的。爸，咱们不说那些了，走，我们去吃火锅去。今晚咱们父子4人可得好好的喝上几杯。郑一帆转移了话题，郑华今晚是要到钱了，很快就被儿子们哄得开心起来。一家4口围坐在一起吃火锅，气氛还是不错的。可能是喝多了几杯吧，又没有佣人伺候。郑一帆边夹菜吃边说道：我今天安排人去撞海玲。其他人立即看着他。郑一帆看了大家2眼，说道：怎么？很奇怪，阿若的死海玲有责任，我就是替阿若报仇，怎么了？你们不敢去做，我敢去做，你们不支持我吗？二少爷说道：大哥，妈说过的，不要随便招惹姓海的那个，他虽说是管城过来的，但他是我们大姨的后代，大姨就算走了几十年，在咱们凤氏家族还流传着大姨的传说，姓海的背后还有管城几大家族支撑着，那些族人明着暗着都看着海玲的表现，他表现得好了，很容易就得到人心的。郑一帆说道：就是这样，更要撞死他，不能让他活着。如果凤家被姓海的要了去，还不如让凤晴坐上家主之位呢。好歹是我们的亲妹妹，对我们再不好，
也不会怎么样，但是姓海的接管凤家的话，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说不定还会有性命之忧呢。郑华说道，你们不用太担心，就以你妈的性子，她都不可能让海玲坐上家主之位的，她岂会为他人做嫁衣？她和海玲也见过面，看他们的相处就知道了，完全没有亲人的温情，而是对方唯死对头。这个倒是，凤家三兄的想了想后也就安了心。郑华更关心的是儿子的阴谋得逞了没有。郑一帆不好意思地说道，失手了，没有成功。海玲身边跟着一班保镖，那些保镖救了他。大哥，你自己开车去撞他吗？郑一帆赏了弟弟一记白眼，你当大哥是傻的？我安排了2个新手女司机开车撞他，撞成功了就是意外，不成功也是意外。新手的女司机会犯点错很正常。大哥高明。2个当弟弟的都朝郑一帆竖起大拇指。1次不成，可以多撞几次，就算他是9命怪猫有9条命，多撞几次也能撞上他，撞死了他，我们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看商太太还敢安排谁过来？来1个我们就灭1个，来2个就灭1双。对对对，父子4人想得太美好，边吃火锅边喝酒，好不嗨皮。与此同时的管城商家别墅，钟伯睡了一整天，到傍晚才醒来。醒来身处陌生的环境，他还愣了一下，确定自己真的在商家后，钟伯松口气。他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，梦到自己找到了2位小姐，但是惠小姐却早逝，只有尹小姐活着。他记忆中只有几岁大的尹小姐已经当奶奶了，老了都老了呀。家主的孙女辈都嫁人生子了，如果家主还活着，有3个都很厉害的孙女辈，家主肯定很开心的，不用愁接班人的事，随便让1个孙女挑重担都不用担心。可惜家主看不到他后代的成绩。钟伯醒来后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，一切都是真的，他真的见到了凤迎小姐，他却落泪了，是想到他的家主，为家主感到不值。长姐如母，养大了凤月，到头来却栽在凤月的手里。家主把凤月当成妹妹，当成女儿一般，疼爱至极，也信任至极。能害到家主的也的确只有凤月。三小姐没有这样的野心，三小姐也是个很温柔善良的人，可就是这样的性子，凤月都没有让三小姐活下去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。钟伯，钟伯，你醒了吗？门口响起了凤迎小姐的声音。钟伯边擦着眼泪边坐起来，快速地调整自己的情绪，才应着商太太，凤迎小姐，我醒了。很快，商太太夫妻俩推门而入，进来，商太太便开着了灯。钟伯，夫妻俩走过来要搀扶钟伯，钟伯拒绝了他们的搀扶。我现在好很多了，我睡了1天吧。外面的天都黑了，好久没有睡过安稳觉了。睡了1天，现在精神好多了。钟伯笑着，见到了尹小姐，我就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她是新示众，被神医他们救了后，跟着他们生活了几10年。她都是沉默寡言，很少跟他们说心里的话。她的过去都是他们出去打听，再一点点向她求证。几10年的相处，她才慢慢的相信他们，跟他们成了老朋友。他们都有徒弟，他不收徒弟，不过他们的徒弟都熟识他，也把他当成长辈来孝敬着。每次看到朋友们的徒弟们，他就会想到家主的2位千金。凤家没有一主的话，凤迎小姐早就成了家主，凤慧小姐也不用死。老先生他们在楼下，等会儿让老先生帮钟伯再把脉。商太太笑着，战老夫人也过来了。钟伯要不要去见见他？大家都在楼下，可以吃饭了。他夫妻俩上楼来就是想叫醒钟伯下楼吃饭。海童夫妻俩还有老太太、君然以及战逸臣夫妻俩都过来了。
再加上钟伯这些老前辈，商家今晚热热闹闹的。钟伯恩着，我识得战老夫人，她年轻时可泼辣了，她老公都不如她，不过她夫妻俩感情很好。她老公是我见过最宠妻的男人。战老夫人能活得那般潇洒，要风有风，要雨有雨，就是她老公宠的。钟伯说起战老夫人的过去，还看了商先生2眼。钟伯，我也很听老婆的话的。商先生懂钟伯那2眼的深意，当即就表明态度，他也是个宠妻的男人。钟伯满意的笑道：看得出来，你是很宠着我佳莹小姐的。商太太心里头暖暖的，钟伯如同她娘家的人，若是父母还在，以钟伯的身份以及对她姐妹俩的疼爱，的确算是她的娘家人。不管是母亲还是父亲，都说钟伯最忠心，不用担心钟伯背叛他们。钟伯经常帮着母亲办事，有时候2个人独处商量对策，父亲对此毫不担心，不会吃味。在商太太的印象里，母亲的身体不好，经常都要卧床休息。父亲是个脾气温和的人，总是关心着母亲的身体。母亲有点不舒服，父亲都很紧张。幼时并不懂得爱情，现在已经几十岁的人了。商太太回想起父母的相处，觉得父母之间是有着真感情的，不像凤月和郑华那样，哪怕做了几十年的夫妻都没有真感情。凤月是把郑华当成工具人用过了，想扔就扔，不扔就当成猫狗养着，反正不用花什么钱。他管郑华的钱包管得太紧，殊不知管得越紧越容易出事。当然了，也是凤月管得太紧，他们才能通过郑华达到破坏凤月夫妻俩的婚姻，搞乱凤家大宅的风云。老商一向对我极好，我公婆活着时对我也是极好的，视我为亲生女儿看待。商太太说道，没有他们的真心疼爱及信任，我年轻时也不会有那么耀眼的成绩。婆婆一开始对她成见很大，在老商还没有爱上她，没有想过娶她时，婆婆作为总裁夫人见过她，也知道她的能力，那时候对她还是和颜悦色，很欣赏她的样子。当老商爱上她了，坚持要娶她为妻，她的婆婆就变了脸。不管是从前还是后来，商太太都没有怨恨过婆婆。她如今也是当婆婆的人了，站在婆婆的角度来看，她能理解婆婆当时的反应激烈，接受不了宝贝儿子娶一个毫无背景的孤儿进门。别说商家是豪门，就是普通家庭，也会有很多当婆婆的不喜欢儿媳妇是个孤儿。她再有能力，在婆婆的眼里都是个员工，是个打工人，离豪门差了10万8千里。所以当她嫁入商家后，被婆婆各种嫌弃，她都能接受，也能理解婆婆的行为。只要婆婆没有触犯到她的底线，她都不将婆婆的各种折腾放在眼里。不过公公和老商待她是真的没有话说，若不是他们父子俩对她的无条件支持，也不会有她后来陪夫叱咤商界，成为商界的女强人。她有那样的能力，需要一个展现能力的地方，而商氏集团就是那个能让她发挥展现能力的地方。后来商氏集团出现了危机，她力挽狂澜，让商氏集团度过了危机，保住了商家的祖业。又因为她生了2儿1女，婆婆最终是接纳了她。从婆婆接纳她起，她在商界才是真正的如鱼得水。婆婆特别疼爱小飞，小飞的性子颇有点像她奶奶的。阿莹小姐谦虚了，你完全继承了家主的本事，不管在哪里都能发光发热的。钟伯话里话外都有着自豪，是那种我家孩子最棒的自豪感。商太太夫妻俩扶着钟伯出了房间，她笑着，我没有凤家接班人的身份加持，除非自己创业，否则在哪里都需要有伯乐识千里马。打工人有太多的身不由己，他后来也有属于自己的公司，在儿子接班后，他的公司一并交给了儿子打理。他
她退休在家里陪着老商，安度晚年，时不时操心一下儿女们的婚事。长子倒是不用怎么操心，闺女现在也可以不用管了，唯独小儿子让商太太最为头痛。对于婚姻大事，老二那真是油盐不进，怎么劝怎么说都不听，想安排他相亲，他就是不去，让女方去找他。他要么找借口溜了，要么就是扮成个流浪汉，告诉女方他就是不修边幅的人。商太太给小儿子安排的相亲对象都是管城的千金小姐，商二少爷不修边幅的形象，有哪个千金小姐能看中？自是不了了之。主要也是商二少爷平时不怎么在上流社会这个圈子里露面，他不用接管家族事业，兄长太给力，只需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经常不着家的，有时候1年半载都不回家一次。没有几个人了解商二少爷，以为他真的是不修边幅的那种人，拿他和商无痕对比，大失所望。渐渐的，管城的太太们都不乐意给商二少爷介绍女友了，还有些人是怕商小飞这个小姑子不好相处，毕竟商小飞在管城上流社会的名声不太好，也就是现在才有所好转，但他以前那种高傲、喜欢对人的形象深入人心了。我听到有孩子的笑声，钟伯是听到了洋洋的笑声，忍不住开口。他其实很喜欢小孩子的，家主还在时，他忙完了，就喜欢陪着2位小小姐玩。阿莹小姐可以说是坐在他肩头上长到8岁的，凤慧小姐也喜侃黏着他，因为他把2位小姐当成自己的女儿来疼爱。孩子的心灵纯净，感受得到他对他们的真心疼爱，自是黏着他。家主被害死，他遭到追杀，被老神医他们就下来后，跟着他们生活了几十年，也看着他们的徒弟们长大。那些家伙小时候个个皮得很，好在也懂事，如今那些皮孩子都成了各行各业的风云人物。是海玲的儿子洋洋，3岁多的孩子，静不下来，他跟阿慧长得挺像的，看到他就像看到阿慧小时候。钟伯乐呵呵的道：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阿慧留有后代，也算是一点安慰。他的笑容一下子没有了，难过地道：若是我早点找到你们姐妹俩，阿慧小姐也不会出事，她还能好好的。商太太失去唯一的妹妹，心里也是难受，但还得安慰着钟伯，怕钟伯年纪太大，情绪起伏大又出问题。海玲和海彤姐妹俩是很好的，阿慧以前受到过的不公平，姐妹俩也替父母讨回了公道。